乾隆时期的2次金川之役历时之久，战况之惨烈，耗资之巨大，影响之深远，可以说都远远超出了乾隆皇帝的预料。后来连乾隆自己都不无感慨，我平1里定回部，开疆拓土2万余里，花了也不过3000万两银子，成功也不过5年。大小金川这弹丸之地，地不足1000里，人不过数万，竟然耗费了朕7000余万两银子，周旋对抗30年，直接军事对抗就达到了7年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地不足1000里，人不过数万的大小金川竟如此难打呢？金川也就是今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金川县和小金县，位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北山地，西连康藏，东通成都平原交通体系，属于嘉绒区域要冲。大小金川以何得名？大金川，当地称为簇金，意思是大川；小金川则被称为赞拉，意思是小川。该地地形呈现显著的高山峡谷峡通道的特征，境内的主山脉为邛崃山脉，由北向南，亚克夏、鹧鸪、虹桥、巴郎珠峰列峙，部分区域属于终年积雪，其要害处又多是鸟道羊肠的小径，临河处常见栈道，只容单人通过，牲畜得解鞍拴绳拖行，沿河谷更是崖看壁立，水路也难走，平处可用皮船，玉滩需扛船绕行。此地属于川西嘉绒藏区，自元明以来，中央王朝一直以来都是实行土司制度来进行统治。清朝建立后，这个政策并未因此而发生变化。当年在川西嘉绒地区有18土司，大小金川土司各占其一。我们知道，土司虽然效忠于朝廷，但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却是时有发生。大小金川辖地其实也不多，加之当地自然环境恶劣，能种的农作物很少，老百姓就经常是食不果腹。但当年这种地方生长的人，通常民风都很彪悍，不然你也活不出来，不是？所以当时大小金川的人马就经常外出劫掠，侵占周边土司领地，逐渐武力就越来越强。但是别的土司也不惯着他，该打还是要打。所以特别是到了雍正年间，这些土司间的杀伐劫掠是越演越烈。而当时的清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？在年羹尧奏折专辑里面有记录，意思就是这些土司之间的兼并斗争在当时已经是一种常态化了，普遍现象。如果战争规模较小，朝廷则听之任之；如果土司战争扩大，则派兵镇压。所以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，大小金川土司这种非常频繁但是规模不大的小型争斗，朝廷基本上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导致了大小金川实力是越来越强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一直在说大小金川好像两边关系很好，当然有点不可否认，就是这两支追溯回去确实是出自同一方，都是拉尔丹防明，属于金川寺演化禅师的世系。这个很复杂也很枯燥，我们就不展开说了。但是金川之役的直接导火索恰恰是大小金川内部冲突起来的，这就是阿寇事件。时间到了雍正末乾隆初期这段时间，大金川势力迅速上升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想法，想把小金川给收了。当时的大金川的土司沙罗奔为了控制小金川，将自己的侄女阿寇嫁给了小金川的土司泽旺。泽旺这个人呢，性情寡断，族内威望有限。不久，泽旺之弟梁尔吉与阿寇关系暧昧，寨中议论四起，家内权力排列被打乱，土司权威动摇。乾隆10年的时候，沙罗奔抓住时机就和梁尔吉勾连，调动大金川精锐武装攻入小金川，生擒泽旺，夺去土司印信，并让梁尔吉主持小金川日常，等于改易其部。后来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巴旺土司，想要控制巴旺。阿寇事件这件事往小里说，那就是亲戚之间内斗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但是往大了说，土司是朝廷封的，印信是国家赐的，这种行为显然是目无法纪的。这件事朝廷还是出面了，干涉了足足1年多时间，大金川方面才将泽旺释放，归还了印信。不过到了乾隆那里，
显然还是没怎么当回事。原因就是在《清高宗实录》里面，乾隆是这样说的：这些人异动难驯，自其天性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，即当任其自行消逝，彼学中之斗尽可置之不问。然而就在第2年，乾隆突然画风变了，朕思此等蛮夷，虽属化外而叛复无常，端由办理不善。为什么乾隆改口了，说下面的人办理不善了呢？因为这一年沙罗奔又开始搞事情了，不但先围攻了格布什咱郑地寨，而且发兵攻占了明正土司鲁密章谷，逐渐迫近了打箭炉，也就是今天的康定。作训把总李进廷不能抵御而退居闾里。四川巡抚季山一面急忙奏报朝廷，一面派兵前往弹压，但是却遭到了大金川方面的伏击而告终。因为当时清朝进藏要道与打箭炉出关入藏，沿途设立唐站，是中央治藏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大小金川的不安分很可能会影响到进藏道路的通畅。这件事乾隆刚刚在詹队身上吃过苦头，这个我们以后还要说。于是乾隆一边让庆父前往四川驻扎要地防守，然后令四川巡抚季山前往嘉荣地区相机而动。而就在同一时间段，肆无忌惮的大金川土司沙罗奔还在继续征伐劫掠周边，而且勾结其党羽围攻霍尔章谷，导致了清军的千总向朝旋的阵亡，然后又侵占牦牛寨，枪击清军军官罗于朝。乾隆皇帝震怒，因为这已经威胁到了清朝在川边的驿站训台的安全，更是威胁到了入藏道路的通畅。于是终于决定要出兵惩罚，宣示皇威，以全国体了。随后军机合议，命督抚浙江相机进剿，又特调当时治理苗疆很有成效的张广嗣为川陕总督，要用他的治苗之法治蛮。乾隆12年4月，张广嗣入川。张广嗣到任后，前期进展还是非常顺利，解了沃日热龙之围，收回牦牛马桑等地。同时小金川的土司泽望土设两耳级上禀，愿听调遣攻打大金川。乾隆一度以为很快就能结束战事，随后张广嗣布下主攻，两路七股分头齐进，向大金川挺进。西路松潘镇总兵宋宗章进攻河东，分四路从党坝、曾头沟、卡里逊、克尔宗方向进发。南路建昌总兵许应虎由河西分三路自格布什咱、巴底娘谷、绰斯甲部一线推进。两路约定6月28日同时发起进攻。张广嗣则自杂谷脑前移到小金川美诺关寨坐镇踌躇满志。他写奏折给乾隆，声称诸夜就绪，求守不日，即可天灭。但是很快老干部就遇到了新问题。原来沙罗奔也知道自己没法和政府硬碰硬，正面交战那肯定是死路一条。于是他把人全撤进勒乌维、噶喇伊为中心的险要之地，他自己把守勒乌维，他的侄子兰卡父子则把守噶喇伊，然后凭借战雕凭险据守。碉楼在阿坝地区现在还很多见，这是在古时候藏羌人民修建的一种很独特的建筑，平时用来居住，也可以储藏物资，战时可以用来防范敌人的进攻。一般的有30多米高的，5、60米的也不少。这是我前几年拍的一些碉楼照片，大家可以看看。碉楼通常是就地取材砌石而成，内壁垂直，外壁内收，层层开有内大外小的射击孔与瞭望孔，楼顶设有掩体与狼烟台，楼内则分隔储粮间、藏药间、弹药间等。而且通常村落整体就是一套碉寨群，主碉居中群碉扇形展开，背崖临江，相互以石卡木城接应。地表有转经楼与外道，地下绝通道四通八达，设通气孔、照明洞、屯兵处与箭眼，户户相连，寨寨互救。又暗设水道入户取水口，外线封闭，使来敌难以断水。作战时高处俯射斜墙挡枪弹，后壁抗炮，碉与碉之间通常还以暗道与保障护援，进可突击，退可入窖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易守难攻的立体防御体系。
而那种大战雕更是比一般碉楼更大更坚固。清军试过放火、挖地道、凿墙孔、断水、昼夜开炮，效果都不好。张广嗣是苦不堪言，他手里并不是没有大炮，什么子母炮、劈山炮、御敌还行，但是要打这种战雕根本就咬不动。9月，乾隆考虑冬天寒冷，提出先退到向阳平地避冻，来春再集重兵一举解决。张广嗣坚决反对，说好不容易翻过雪山，退了再打过来就难了。他建议走西岭，从上往下压勒乌围，直插嘎喇伊。而这时其实大金川土司沙罗奔也怂了，眼见大军压境，多次派人来请求投降，但是都被张广嗣拒绝。而乾隆见此情形，本来还犹豫不决是不是要今年继续打下去时，也强硬了起来，讲谕要离庭扫穴，痛决根诛，一劳永逸。但是很快前方的战局风云突变，开始朝着清军最不愿看到的方向逆转了。原先投顺的大金川土木恩措，因不满建昌总兵许应虎横行，带人反水，抢占了驻扎于马帮的游击陈李的军营后山梁，切断了清军的粮道。张广嗣大惊失色，不得不让军队从西岭撤回了梅诺。而大金川方面则乘势猛攻张兴陈李部，两部于12月24日几乎全军覆没。这一仗最要命的是把清军的军心打散了，同时各土司的土兵也看清了官军的实力，开始摇摆小金川森格宗的土兵，不久就倒戈投了大金川。而河东一线清军失去犄角，大金川随即渡河追打，游击孟辰阵亡。郎建业退到丹嘎，徐克游退到巴底，马良柱退到次部，沿途是丢盔弃甲。张广嗣一面痛骂各营将变，一面上请增兵。也就是这时，兵部尚书班第来前线督粮，然后就看到了5万汉土兵打不下不足1万人的番众。回去后就建议乾隆不要再盲目的增兵了，换将才是正经事。于是他提名了岳钟琪。虽然老将岳钟琪当时已经是63岁了，但是他确实在当年西征西藏杨桐的时候带过沙罗奔，而且他在担任川陕总督时还帮过沙罗奔不少忙，在川西土司间也有相当高的威望。话说乾隆启用岳钟琪是很明智的，但是他同时又干了一件蠢事，那就是同时还用了另一个人，那就是毫无军事经验的讷亲。乾隆13年4月下旬，岳钟琪到军，兵力陆续到位。张悦约定5月初8分实路齐进，不过还是没打出战果。然而6月初6，讷亲刚抵达卡萨军营后，即下令强攻，把原定5路合并成3路，主打西岭。结果遭到大金川蒙阻，副将买国良、蜀总兵任举在攻打西岭木城石雕时先后阵亡。讷亲锐气尽失，这才知道打仗不是纸上谈兵，转而要求铸雕对雕，想和对方比险。这件事受到了急于求胜后早日结束战事的乾隆的严厉斥责。张广嗣一看这局面，虽然心里看不起讷亲，却也顺势附和，把责任往外推，还卡着不给岳钟琪兵力，但是自家这边也还是推进无方，军中畏战情绪明显。乾隆13年9月，乾隆也已经认定张广嗣、讷亲都难成事，于是改派傅恒署理川陕总督，另调几千满洲兵入川压阵。12月下旬，傅恒到前线，先把小金川梁尔吉、仓望阿寇以及通敌的汉人王丘拿下，切断内应，随即复查地形兵力，然后明确回奏，硬攻碉楼是下策，头等兵力齐备，四面布置，突然直取中枢与首鄂。来年4月，但求一击见分晓。乾隆看奏，承认此前确实是低估了难度，于是改定2条出路，要么4月中旬前打出结果，要么对方主动投降。随后又判断上年办理失当，不可能强取成功，决定撤兵。不过我们再说说对面，其实这时大金川也已经扛不住了，连续的鏖战，人少粮尽，请降多次，张广嗣就是不肯。乾隆14年正月15日，沙罗奔再次派头人到清营交回此前掳去的士兵，呈文求降。乾隆见状，顺势就借坡下驴，令傅恒顺势纳降。
随后，四川提督岳钟琪亲率随从数十人入大金川了乌围关寨，并夜宿乐乌围，示意诚信。正月20日，沙罗奔献干节投降。2月初5，沙罗奔与侄儿朗卡再次亲赴卡扎军营起降，傅恒受降撤兵，第一次金川战役宣告结束。纵观第一次金川用兵，清廷可以说是战果寥寥，战略目标落空。乾隆汇集数省劲旅，耗银逾1000万，最后只是接受了一个名义上的投降而收场。而经此一役，沙罗奔一方更加声望上扬，川西诸土司设伏弱小土司，屈服强邻，由此朝廷威令递减，以藩治藩再度失灵。而大金川雕卡体系与动员网络更是完整保留。此后，大金川世贤养威，承系扩张，第二次金川之役的因果链已然成型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涅槃说事，咱们下期接着聊更为惨烈的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。